我的爱之语是什么？从5种爱的语言看情感需求。淑玲和世哲结婚3年，日子算不上大风大浪，但总觉得彼此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墙。世哲常常早起帮淑玲准备早餐，还会在她加班时特地去接她下班，但淑玲却常常觉得孤单，甚至抱怨：你都不爱我。世哲气坏了：我哪里不爱你？我每天帮你做这么多事，你到底还想怎样？问题就在这里，他们明明都在付出爱，却好像在不同的频道说话，就像一个人用 FM 广播，另一个人却用 AM， 讯号永远对不上。这不是单一情侣的问题，而是现代爱情的共同困境。我们太常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对方，却忽略了对方需要的语言。那么究竟要怎么找到属于我的爱之语？这就是盖瑞巧门博士提出的5种爱的语言能带给我们的启发。盖瑞巧门博士的观察简单却惊人，人表达爱与接受爱的方式不外乎5种：肯定的言语、精心的时刻、接受礼物、服务的行动、身体的接触。就像手机要找到正确的充电头才能补电，爱情里的人心也需要对准正确的语言，才能真正感受到被爱。现代生活中的5种爱语故事： 1. 肯定的言语，一句我懂你胜过千言万语。明杰是一个城市设计师，平常话不多，某次专案做得很辛苦，老婆淑敏下班回来，看见他仍然在荧幕前忙碌，就拍拍他的肩膀说：我知道你超努力的，你真的很棒。短短一句话，明杰眼眶竟然有点热。他不是不需要陪伴或礼物，而是内心深处渴望被看见与肯定。这就是肯定的言语的力量。当对方说出你渴望听见的真诚赞美，你的爱之水槽就被填满。 2. 精心的时刻，手机放下，眼神对焦。嘉安最讨厌的是老公凯文和他约会时还在滑手机。有一次他忍不住发火：我宁可你什么都不要买给我，只要你好好看着我，听我讲话。凯文吓到了，才明白原来嘉安要的不是礼物或甜言蜜语，而是专注的陪伴。精心时刻不是要你安排豪华旅行，而是把心放在对方身上。这种语言在现代特别珍贵，因为我们最稀缺的就是专心。 3. 接受礼物，礼物不是金额，而是心意的具象化。有人会误会收礼物很物质，但事实上这类型的人要的不是钻石，而是心意。明美生日那天，她的老公永强送她一张手写卡片，里面夹着2张她自己设计的专属电影票券，上面写着：今晚你挑片子，爆米花我准备。明美感动的眼泪快掉下来，因为她要的不是奢华礼品，而是你有想我，你有记得我。对这类人来说，礼物是一种被记得、被放在心上的具体象征。 4. 服务的行动，少说我爱你，多帮我洗碗。有些人最爱听的情话不是我爱你，而是我帮你倒垃圾了。志豪的太太怀孕时常常腰酸背痛，志豪每天回来第一件事就是主动收衣服、拖地。虽然他不是浪漫型的人，但老婆总是觉得无比幸福，因为他的爱语就是服务行动。对这类人来说，爱不是嘴巴说，而是做了什么。5. 身体的接触，
一个拥抱胜过万言。有些人特别需要触碰来感受爱，牵手、拥抱、亲吻，甚至只是走过身边的一个轻拍，对他们来说都是强烈的爱意。淑芬下班心情很糟，满肚子委屈，但什么都不想说。老公阿德看出她的异样，默默走过去抱住她。淑芬眼泪瞬间决堤，她不是要分析或解决问题，而是需要一个身体的确认，有人在乎我。听起来好像小事，但为什么爱语能决定一段感情的温度？一，爱是情感账户，要用对币别。想象你去日本旅行，却只带美金现金，结果怎么花都花不出去。爱情也是这样，你可能每天努力存款，但如果用错语言，对方根本收不到。二，避免误解，减少无谓冲突。有些夫妻明明都很爱彼此，却常常吵架，原因不是缺爱，而是频道不同。懂了爱语，就能帮助双方理解彼此不是冷漠，而是表达方式不同。三，爱语是长期经营的密码。热恋期的激情会消退，但爱语却是能长久维系的能量来源。当两个人懂得用对方式表达爱，感情就像有源源不绝的养分。虽然5种爱语听起来都不错，但每个人的主要爱语通常只有1到2种，那要怎么找到自己的？3个小提示，想想你最容易受伤的地方。如果另一半忘了纪念日让你很生气，可能你的爱语是礼物或精心时刻。如果对方很少夸奖，你就觉得被忽视，可能你的爱语是肯定的言语。2，想想你最常用的方式去爱别人。你喜欢帮对方打点大小事吗？那你可能是服务行动型。你习惯牵手拥抱吗？那你可能是身体接触型。3，想想什么让你最有安全感？是听见一句“我相信你”，是一起静静坐着看夕阳，还是收到一个小惊喜？这些答案往往就透露了你的主要爱语。结语：爱语是认识自己，也是认识爱。淑玲和世哲后来去做了爱的语言测验，结果发现淑玲的主要爱语是精心的时刻，而世哲的是服务的行动。从那以后，世哲故意放下手机，专心陪淑玲聊天，而淑玲也学会在他辛苦时说一声谢谢。2个人之间的墙不再那么厚重。原来爱语不是要我们改变自己，而是要我们更懂自己，进而更懂对方。所以问题不是你爱不爱我，而是你爱我的方式，我能不能听懂？而答案藏在那句关键的问题里：我的爱之语是什么？